布什号出征，美军3航母齐聚中东，美军的史诗狂怒行动即将进入高潮。继林肯号、福特号之后，布什号航母战斗群也要来中东了。福克斯新闻报道，布什号航母已在哈特拉斯角完成演习，预计将很快出发，参加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等到布什号抵达中东，就意味着美军3航母打击伊朗，这是美国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在中东地区搞出的最大规模兵力投送。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布什号的到来，美军战力会产生多大的提升？中东局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2026年3月上旬，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的状态已经拉到了最高战备等级，刚在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大西洋海域拿到了通关文牒，也就是正式完成了所谓的综合训练单元演习，简称 COMPTUEX。不仅拿到了美国第2舰队的全资质认证，舰队司令部也盖了章，意思是这小伙已经练满级，可以下副本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 COMPTUEX 演习是个什么含金量，火力军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玩意儿被公认为是美军联合部队里最复杂、最变态的集成训练，主打一个极限施压，就是为了看看航母打击群在多域联合作战的绝境下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打回去。在这长达28天的高强度地狱周里，布什号搭载的第7航母航空大队简直是把飞行员当生产队的驴在用。28天内累计起飞了1586架次，一天到晚甲板上就没有停过，日间阻拦着舰693次，夜间阻拦着舰682次。这就意味着布什号具备了24小时不间断的空袭能力。不仅如此，在演习期间，他们不仅要防空、反潜、水面作战，还要顶住网络战的攻击。最关键的是，美军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伊朗特色套餐，模拟蜂群无人机攻击以及反舰导弹的饱和式打击。航母大队长马丁上校表示，虽然压力大到让人头秃，但演习证明航母绝对扛得住。当然了，布什号出门肯定不是单挑。根据航母返回诺福克海军基地时被拍到的照片来看，这个打击群的配置完全是冲着高强度战争去的，带了一大堆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舰船，包括冈萨雷斯号、梅森号、罗斯号还有库克号，清一色的伯克级驱逐舰，防空、反潜、战斧导弹洗地样样精通。有意思的是，编队里还混进了一个欧洲面孔，西班牙海军的 F100 级护卫舰布拉斯德莱索号。这艘船装了宙斯盾系统，它的加入可不仅仅是来蹭经验的，这说明在2026年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北约盟友也实质性的插手了。布什号预计在3月中旬正式拔锚，跨越大西洋，穿过地中海，直奔东地中海战区，一场大戏马上开演。等布什号一到位，中东海域就将出现很恐怖的一幕：林肯号、福特号、布什号，整整3艘核动力航母齐聚一堂。一般情况下，美军在中东集结3艘以上的航母，一般只发生在灭国级的大仗。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那是美军在中东航母最多的一次。为了揍萨达姆，波斯湾塞了4艘，红海塞了2艘，整整6艘航母。到了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同样是6艘航母，从南北2个方向把伊拉克切成了碎片。萨达姆可以说是享受了美军的最高规格待遇。相比之下，2026年这次虽然只有3艘，虽然航母数量少了一半，但是大家别忘了，现在的福特级和升级版的尼米兹级，无论是起降效率还是信息化能力，都远超当年那些航母。这3艘航母所能覆盖的打击密度，其实已经超过了当年的5到6艘航母。就中东当前的情况来看，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属于林肯号的地盘，任务很明确，就是从东南方向盯住伊朗的南部海岸线和军事基地。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则是福特号坐镇，压制也门胡塞武装，免得这帮人出来捣乱。一旦波斯湾或者地中海有麻烦，他随时能顶上去。布什号要去的地方则是东地中海，一方面是加强以色列防空，另一方面则是舰载机的航程优势，直接把刀架在伊朗西部和北部，随时对战略目标进行精确点名。这3艘航母凑在一起，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打击伊朗，直接是降维打击。从数据上来看，战力的提升绝对是几何级的倍增。根据美军史诗狂怒行动的规划，如果是双航母，每天能出动160到200架次，一周能打2500个目标。现在布什号来了，变成3航母架构，日均出动架次直接飙升到270到320架次，提升了整整60%。精密导弹储备也增加到了360枚左右，一周内能打击超过4000个目标。这意味着美军有能力在短短1周之内，把伊朗所有的核心军事基础设施和防空系统全部扬了，连渣都不剩。
对于伊朗的防空系统来说，自己必须24小时全天候保持最高戒备，一不小心自己就会爆炸。不过，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美国应该不会长时间在中东地区同时部署3艘航母，只是暂时这样做。没办法，现在的美国正处于极度尴尬的时期。斯坦尼斯号的大修硬生生延期了14个月，尼米兹号也快退役了。一旦布什号受损或者需要维修，美军连个替换的替补队员都找不到。3航母齐聚中东，还有另一个问题：中东是爽了，印太地区直接大空虚。为了搞定伊朗，美军把林肯号从印太抽调到了中东，加上布什和福特，现在美军能立刻打仗的航母里，有将近40%全挤在中东这个泥潭里。亚洲这边，目前印太地区唯一一艘常驻航母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的船坞里做保养，整个印太地区出现了航母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布什号的确不会在中东部署很长时间。当然，如果伊朗硬起来，一直跟美国耗，那部署时间变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6到8个月的周期，前1到3个月作为急先锋，疯狂摧毁伊朗的导弹和工业基础，到了4到6个月，主要大仗打完了，就在战区溜达，防止伊朗革命卫队反扑，顺便给可能介入的地面部队打掩护。如果政权更迭不顺利，那时间可能还会拉长。比如福特号之前就在海上漂了整整200多天。当然，或许有朋友担心弹药的问题，伊朗用的都是几千美元的破塑料无人机，配个摩托车发动机就上天了。美军拿爱国者标准系列拦截，血亏。如果美军不能迅速把伊朗的发射阵地给扬了，用不了多久，美军航母上的防空导弹就会被硬生生耗光。对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宽心。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要来了，帮助美以防御伊朗的报复。在乌俄战场之上，这款无人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性能。之后，美军的防御成本将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杀向中东，意味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伊朗核危机到了总清算时刻。从战术上看，3航母的持续打击深度和多域统治力猛得一塌糊涂，完全有能力在几周内把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从物理层面上抹除。也就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以打促和，想通过一次性毁灭性的毒打彻底解决中东的刺头。但是凡事都有代价，如果伊朗的残余势力能搞出持久的游击战，或者印太地区突然爆个大雷，问题或许也不小。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布什号会在中东部署多长时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